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当你要买拖挂式 RV 和买拖 RV 的卡车的时候，有哪些事情是要注意的？这可以分两部分来讲，一部分就是 RV 的重量跟拖力，还有就是卡车的最大承载重量。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。那第一部分呢，就是 RV 的重量跟这个卡车的拖力。那要怎么知道 RV 的重量呢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打开 RV 的门，在门框上会有一个贴纸，那上面会有两组数字，会有一个就是 UVW，就是这个 RV 的空车的重量。那会有另外的数字，它上面会写 GVWR， 就是这台 RV 的总重量，最大的总重量，就等于说你空车的重量加上你放进去 RV 的东西，还有水箱装满的重量，总重量是的最大总重量，就是上面这个 GVWR 所标示的重量，就是你的这个 RV 的总重量。再来就是卡车的拖力，多大的拖力拖多重的 RV， 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最关心也最注意的事情。那要怎么知道这台卡车可以拖多重呢？你到这个厂商的网站去，现在荧幕上出现的这个画面，然后输入你这个卡车的 VIN number， 上面就会告诉你 towing capacity 是多重，然后你的这个 payload capacity 是多少，所以就可以知道你的拖力是可以拖到多重的这个 RV。现在你了解到如何去知道你 RV 的重量，你如何去知道卡车的拖力有多少？那接下来我就在讲怎样的拖力是可以安全拖你的 RV。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，你的 RV 的重量是10000磅，然后你的卡车厂商给你的资料是拖力是10000磅，绝大部分人会想说，那就是刚刚好了，一万磅的拖力拖10000磅的RV 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10000磅的拖力并不表示你可以拖10000磅的 RV 去任何地方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路况，你会爬什么坡，你会走什么山路，所以这就是大部分人不会想到这个问题。包括我在这里，我在买 RV 以前，我也跟大部分一样的观念，我10000磅的拖力，我拖9000磅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拖了就知道你在爬陡坡，你在走山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吃力的。有拖过 RV 的经验就知道，尤其在上坡或者是在走山路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如果拖力不够，你在爬山路的时候，你有可能会引擎过热。你运气好的话，你可以停在旁边，停个几十分钟、1个小时，冷却以后再往上爬一段时间，你又过热，你又停旁边，你总爬个3、4个小时，你总会爬过去。这是你运气好的时候。你如果运气不好，拖力真的不够的时候，你会爬不上去，你就停在旁边，你走都走不了。你一定要找拖车来拖你的卡车，拖你的 RV， 那麻烦就大了。千万不要忽视这个拖力的问题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最少要多个3、4千磅，也就是说，你 RV 10000磅，你的卡车拖力最少要有13000磅、14000磅以上，越多越好，是越安全。以上的部分就是我们讲这个拖力跟你 RV 的重量的这个概念。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你卡车可以承受这个最大的重量，也就是 payload capacity。这个问题呢，绝大部分人都会忽略掉，就会不重视它，或是完全不知道这回事。包括我在内，我在买卡车、在买 RV 前，完全不知道
payload capacity 这档事完全没有概念，完全忽视掉。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接下来我就要讲，在讲之前呢，我要必须跟各位介绍这个一些名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pin位，pin位就是 RV 最前面的那个 pin 跟你的卡车的这个 hitch 连接的那个地方的那个重量，也就是你这个 RV 最前面的重量压在你卡车那个车斗里面上面的那个重量叫做pin位。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pin位有多重呢？最正确的方法呢，就是你的卡车去地磅去称你的卡车空车的重量，然后呢，再拖着你的 RV 呢，再去称一次，就可以算出来你这个 RV 的pin位是有多重。那你在买 RV 或是买卡车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开着还没买就开着新车去过磅。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大概知道你的pin位是有多重，就是你 RV 的总重乘以18%到20%，这个数字出来就是你pin位的数字。你比方说你的 RV 是1万磅乘以20%，所以你的pin位就是2000磅。这是一个大概非常粗略大概的数字，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地磅去称你的重量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，也是一个大概的数字。那2000磅就是压在这个卡车后车斗上面的重量。再来，我们来讲这个卡车的可以承载的最大重量。那要怎么知道这个重量？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打开你卡车驾驶座的门，在这个门框的旁边呢，会有一个贴纸，上面就会有一个 payload 的号码，2000、2200、2500、3000，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车就会有不同的号码，因为它的承载量是不同的。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pin位跟卡车的 payload capacity 的相连关系。比如说你的一台 RV 是1万磅，你的pin位是2000磅，你的卡车的 payload capacity 就是你的最大承载的重量是2200磅。那一般人的概念跟我一样，都会觉得2000磅pin位压在卡车上，卡车最大的承载力量是2200磅，所以没问题。2000磅压在2200磅承受力上面，你还有200磅的多余的承受力，绝对没问题 ，OK 的。但是其实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这2200磅最大承受力量不是只有这一台压在上面的重量，你还包括你这个整个卡车里面所有的东西。比方说前座坐2个人，2个人的体重最少就300磅。你的车斗上的那个连接器，也就是那个 hitch， 最少要200磅，300磅加200磅就500磅。对，500磅加上你的pin位2000磅，就是2500磅。2500磅超过你卡车最大的承载力量2200磅，超过了300磅，所以就已经超重300磅。这是我以前连我也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我拖了卡车，我当了这个全职的 RV 旅游，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。我拖了以后才知道那个感觉。然后我从一些 RV 的朋友的资讯里面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承载力跟你的 RV 的重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超重呢，会有什么危险呢？第一个，你车后面超重了，你前面会翘起来。你超重越多，它翘得越高。那翘得越高，表示你前轮的抓地力跟地面接触的就越少，你的抓地力越少，
你的控制卡车的能力就越少，你发生意外的几率就越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卡车的底盘的悬挂系统和避震系统，因为你超重，超出它的设计的负荷，你的底盘的悬吊系统、避震系统就有可能会磨损，有可能会坏掉，也造成意外，造成危险。再来就是你的轮胎，如果超重，就有可能会爆胎。各位现在从荧幕看到这个轮胎，这个爆掉破烂的轮胎，就是我的轮胎。我在北加州一个小镇外面的路上，要开往一个叫San Benito的 RV Park 的路上呢，爆胎了。它整个胎爆成这样，就是因为我的轮胎规格不够，超重，它就爆胎了。因为我买的是中古车，那前车主呢，把原来的轮胎换掉，换一个比较大的。大部分人都认为轮胎越大，它越坚固，越耐用。包括我在内，我买车的时候会觉得，哇，这个轮胎够大，一定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。其实是不对，轮胎越大，并不表示它可以承受越大的重量。最重要的是你要看轮胎的规格，轮胎的规格里面会有一个数字是65、80、90，表示你这个胎压最大的胎压是可以到65到80到90。这个爆掉的轮胎，它最大的胎压是可以65磅。那一般在拖 RV 的 pickup 车轮的胎压至少要在80磅上才是安全的。所以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也没人告诉我，所以也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就发生爆胎这个意外。还好我运气好，是发生在一个小镇的外面的一条没有很多车的路上。我要是发生在这个高速公路上，或是在山路上，那这下可惨了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，有拖过 RV 的经验都会知道，当你在下长坡、下陡坡的时候，尤其是弯弯曲曲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控制你的速度，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。后面又有一个很重的东西推着你超重越多，你后面那一台 RV 推你的力量是越大，但是你又必须控制你的卡车在一个安全的速度去下坡，然后很多弯路的时候，你除了要用低速档刹车以外，你还要踩你的刹车。你后面的那台 RV 推着你越重，你踩的刹车要越大力，然后要越久，就会造成你的刹车过热。刹车过热就会造成你刹车失灵，就会产生意外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你如果后面的 RV 太重，推着你跑，推着你往下跑，你控制不好你的速度，你有可能会翻车。你运气好往山壁翻，你运气不好往山谷里翻，那就惨了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拖着 travel trailer 的时候，如果你的 trailer 太重，已经超重，你的 trailer 就会开始晃。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强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你的晃会更厉害。或者是旁边一台很大的卡车超车的时候，你的 trailer 也会晃。那你的 trailer 越重，超重越多，你晃得越厉害，晃得越厉害，它会越晃越厉害，越晃越厉害。你车速越快，晃得更厉害，你就有可能会翻车。我有一个 RV 的朋友告诉我他亲身的经验，他以前拖的一个 travel trailer， 就是因为超重，然后晃得太厉害，结果整台车连 RV 翻车，整组都翻掉。如果因为你超重发生意外，那有人会想，那保险公司会赔啊，会付啊。
但是如果保险公司知道你因为超重发生意外，它是1毛都不会赔给你。你因为超重发生意外而造成人员的伤亡，那就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是法律的问题。你要牵扯到法律的问题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今天分享的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我以前没人告诉我的，我忽略掉的，我不知道的，我不重视的，但是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将来要买 RV 跟卡车的人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和参考，还有小小的帮助。将来我会有一集跟大家分享柴油卡车跟汽油卡车的优缺点。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。各位有什么宝贵的意见，或有什么问题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讨论。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